今日吹輕微嘅西南風，密雲間中有局部地區性雷雨，最高氣温係。观众朋友早上好，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早晨新闻。地動嘅係全球嘅最可怕，小車主稍等下。哎，好，等一下啊，稍等。係啊，呢個嚟㗎。哎，看见了。咱俩换一下位置，谢谢。哎呦，哎，怎么骑车呢你？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。这么巧啊？你看，咱俩是这个队伍里头唯二穿正装的。为了吃上这口，我特意订了个闹表，起了个大早。你也是吗？啊，我不是刚起，我是没睡。没睡。也就是说，每天你是从下午开始上班，一直要忙到半夜。嗯，对啊。这个作息不太适合谈恋爱。你问那么多干嘛？我就是好奇。确实是不适合谈恋爱。以前谈过一个，谈挺久的，后来也没坚持下去，分了。为什么分啊？他总是抱怨我说啊，就没见过一个女的，一年365天，有300天都是醉的。就谈过这一个男朋友。我说你除了打听我男朋友的事儿，就没有别的话题可聊了？你不是要开早会吗？不开了？我真得走了。拜拜。哎，那个，方不方便加个微信？摸一下，朋友圈可见。为什么要说是公司的错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知道公司一定会生气的，所以我已经辞职了。你辞职就完事儿了吗？我是不是告诉过你，我在跟你们公司谈合作？本来这2天就要签约了，你这么一闹，我们还怎么见面？对不起，我们先去庆功宴吧。我在路上跟你解释。你解释什么呀？你不就觉得你在公司待不下去了，所以你要闹得鱼死网破、玉石俱焚？我没有，我是想跟他们打。我大张旗鼓的跟公司说了我想升职，但那没用啊，齐用了铁了心让我走啊。我就在想，我还有什么招可以出？我还有什么招可以把他们打疼？然后我就想到了促销大会了，他们不就是要脸面吗？那我就让他们丢脸，而且丢的有苦说不出来嘛。
我教你以打促谈，但没教你乱打一气呀！你一拳下去把我的项目都打飞了。好，就算你要打，你是不是事先可以跟我商量一下？我想过跟你商量，但我知道你会反对的。所以，你知道我会反对，你还是会这么做，是吗？是的。哪怕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对我是不利的。是的。促销员大会1个季度就1次，我不可能错过这次机会。你居然觉得这是一个机会？我告诉你，以我的专业还有对你们公司的了解，你在整件事里的城府和承受力你是不合格的。如果我是你们老板，我也不会升你，因为你不具备一个高级管理者的素质。枉我还在白德瑞面前拼命地推荐你，我太可笑了。我公开跟你们公司道歉。这2天我再帮你约着跟白德瑞见个面。不可能。我叫李东明，瑞锦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，绝对不会跟行业里公司道歉顶级人力资源专家，顶级企业管理咨询师。而此刻，我只是一个气疯了的丈夫，玩了一辈子的鹰，结果被鹰啄了眼。扪心自问，我对赵梅很好，我和那些小肚鸡肠的小男人不一样，我不介意赵梅事业上的成功。事实上，我也一直在教她，在培养她，在帮她往上爬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她学会了我教给她的那些手段，却在背后给了我一刀，这让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。李总，您太太呢？她不来了。刚 GST 打来电话，说明天的会取消了。合伙人都到了吗？都到了，都在会议室等您了。对不起，让大家久等了。欢迎我们的男主角。来，这小子能力强，有魅力，尤其讨女生的喜欢。哎，这些我就不说了啊，我就说一说为什么他能够获得这一枚全球唯一的一枚总裁奖。这还得从17年前那个春天开始说起。17年前，我第一天来公司报道，他呢是第一个上来跟我打招呼的。他说：“同学你好，我叫李东明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同事了。”我说：“你好，我叫肖阳。”我以为简单的客套以后就结束了，没想到他突然叫住我说：“哎，同学，你是坐1号线从3号考上来的吧？”我说奇怪，来，你等等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坐的是1号线，又是从3号考上来的？他说啊，你这个西服上沾着柳絮呢。这广州虽然大呀，但是有柳树的地方不多。这1号线3号口呢，正好有2棵大柳树。这几天闹柳絮闹得厉害，你走4号口吧。我想这不巧了吧？啊？他了解那么清楚，他肯定是跟我同路啊。没想到他说呀，我不坐1号线，我坐8号线。我说那你怎么知道这1号线3号口飘柳絮的？他说呀，为了能考上这家公司，他在这周围整整逛了1个月。太厉害了！我后来才知道，他是我们那批3000候选生里的第1名。此处应该有掌声来。17年前，李东明就是瑞景资讯中国管理培训生中的第1名。17年后，他又是瑞景资讯全球638名合伙人中的第1。让我们为李东明举杯，来祝贺东明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说的我都饿了，咱们入席吧。哎，别，你怎么说你得说2句。来，让他说2句啊，说两句。那就说2句。首先，我要感谢我的团队，今天能拿到这个总裁奖，离不开团队对我的支持。太虚伪了。出题是
对我有意见吧？我对你没意见。不过你说感谢你团队，今天邀请的可全是合伙人，你团队的人呢？你说的对，我们团队除了有2位同事今天来帮忙，其他人都没来。我其实是发出了邀请的，但他们都拒绝了我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手里的项目加班加点。所以我能做的呢，就是今年每个人的项目奖金在原有的基础上上浮10%。不是东明啊，你这不是逼着我们也给团队涨工资吗？啊，太卷了。今天在场的很多人都是从底层的分析师成长起来的，没有人能比我们了解底层的分析师更想要什么。他们想要的是实实在在打到卡上的奖金，是能让他们脱颖而出的项目，是人脉，是经验，是能让他们向上升的机会，而不是几杯酒、一顿饭。朱迪，你说呢？我突然想起来，你我肖阳，我们仨是同一年进的瑞姐。我是4年前升的高级合伙人，肖阳是3年前升的。你5年前成为合伙人之后就再没动过。那是因为我中间生孩子耽误了1年。生孩子你不后悔对吧？当然。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既然选择了，就要平静面对结果，不能把怨气撒在别人身上，对吧？你说的有道理。我向你道歉啊，刚才呢确实情绪比较激动，可能是最近神经太紧绷了，对不起啊。TEL 项目，你多收了1个点的回扣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希望你好，就是提醒你，对别人的事儿别指手画脚，管好你自己。李东明，你没资格教训我。我听说 GST 项目被你老婆搅黄了，还让我管好我自己。你先管好你老婆吧。进来，开着门。什么事儿？哦，您要的万家林项目的资料。放那吧。你丧眉打眼的给谁看呢？是不是也想说，因为赵梅丢了 GST 的项目，我认那是我老婆，用不着别人在这指手画脚。我不知道 GST 项目怎么没的，我就是觉得看你心情不太好，吃点甜品，心情会变好的。我听说呀，公司这次呀，其实不用裁员的，就是趁着外边呀都在裁，他趁机裁一波。他这么做既可以把毅力最差的给淘汰掉，又可以让我们这些留下的人惶恐不安，还不用担心被人骂。哎，我们这些打工的人真是命苦了。在公司眼里，我们就跟那打印机的墨盒同属一品类，都是耗材。反正我现在呀，已经把录音笔是随身携带了，只要 HR 一找我，我就提前打开。哎，我要看看他跟我说些什么。
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肚子不太舒服。那你要不先回去吧？报告还没写完呢。那你实在不行你就跟我说啊。嗯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这说的什么话啊？我不能来啊！您能来，那不能打个招呼吗？事先。我问你，赵梅为什么睡客房？上回你睡客房，今天她睡客房，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有问题要坐下来好好的沟通啊！啊，你不能总是分床啊！你说冷暴力只会使矛盾更加的恶化。妈，昨天晚上是我回来晚了，我不想打扰东明，所以就在客房睡。哦，这么忙啊？啊，那赶紧的啊，赶紧起来吃饭了啊！鸡蛋都给你们煮好了。赵梅呀，你有阵子没去看你爸妈了吧？啊，是啊。我前2天啊想去买干鲍，哎，你把东明爱吃的那小菜拿过来。好。我想买干鲍，特意啊去了你爸妈的店。哎呦，看你爸妈忙的啊，连说句话的功夫都没有。他们一直都是那个样子的，习惯了，做了一辈子停不下来。哼，小本买卖啊，劳碌命。哎，赵梅啊，你讲话的事情我看到了，你做得对。我把那个视频啊还发到了另外2个群，大家都说你做得很好的。谢谢妈。哎呦，谢什么？做得好就要给予肯定。那吃鸡蛋，我对我的学生们就是这么说的：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是吧？你能主动的跟你的下级啊赔礼道歉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你有胸怀，有大格局呀。你的部下能够有你这样的领导，那是他们的福气。是挺有福气的。我本来要跟他们公司合作的，就因为他替公司承认错误，合作没了。合作没了，没了就没了呗。赵梅又没说错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讲真话本身就有牺牲。赵梅啊，你不去啊是对的。他们公司没了赵梅啊，地球就不转啦，就没法工作啦。笑话嘛，真是。行，那您好好享受福气，我去上班了。你早饭不吃了？注意你的语气，跟谁说话呢？这小子。对，租金贵是贵了点。你看这个地段啊，三面环水，玉带环腰，它这个风水啊，我认为是广州最好的。咱们住在这里啊，也能彰显咱们公司的地位啊。那是迷信，重要的是业绩。再说办公室续约的事儿，都表态了就掺你了。东明这是走神儿了，少见啊，是不是这2天没休息好？东明不是没休息好，人家是有烦心事儿。后院起火，前门遭殃了。郑健这小子他就这样，啊，只要他过得好，就不让别人过好。一听说你把 GS 项目丢了，他别提多高兴了。这样，咱们晚上我找一地儿好好喝一顿，把这些不高兴都忘了。不去了。啊？我约了做连锁的天天洗浴的企业2代，晚上一块儿吃饭。等等，你怎么变了？苍蝇在你这儿也是肉了？我得完成业绩啊。生活不易啊，都掉钱眼里了。我就是不喜欢去夜店，怎么了？什么会所呀、KTV 呀、夜总会啊，那么土、那么 low 的地方，我估计也就是我爸那辈人才喜欢去。哎，你们说哪有这样做生意的？事儿还没聊明白呢，哐哐哐几万块钱的酒干进去了，你觉得这事儿有意义吗？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做法。哼，这就是代沟。这要是换我爸，他绝对不会找什么咨询公司，还花几百万买什么意见。他一定觉得这是疯了。哎，我们上回见面到今天得有半个多月了吧？这怎么后面还没下文了呢？头一回听说乙方挑甲方的啊。秦总，上次您听我解释，我们这个调研呢是需要数据分析、数据支持的，所以它这个时间呢会比较长。二位兄弟，真的假的？你爸是不是也疯了？不是，你快点跟我说怎么回事啊！最近网上那个视频，现在这些二代，一个两个的都不会好好说话呀，真难伺候啊！我听见了，那是谁的错？我来说吧，是公司的。你看这女的说的可真好啊，太酷了！你把这分享给我。小芳，什么事儿啊？打这么多遍电话？对啊，拜瑞要去打球啊！太好了，你赶紧把他 T time 发给我。哎呀，转红包，转红包啊！靠谱，靠谱，马上转。哎，李总，什么事儿啊？拜瑞跟他女朋友明天要去打球。哎，好事儿啊！咱俩明天早上就去球场堵他。是得堵他。他跟他女朋友去打球。你不用陪我去了，我得找个女孩。哎，401的，你叫我啊？有你的快递，放这儿了啊。谢谢啊。谢谢，辛苦了。哎，我来吧。谁呀？快递。哎，啊，帮我拆了吧，让着。这什么啊？呀，叔叔又给鸡吃的了。哎，我爸总怕我在广州吃不好。这真是亲爹呀！哎，里面还有你的呢。谢谢叔叔。腊肉啊！哎呦，这跟饲料一块超好吃。可惜咱俩不会做。哎，这腊肉是生的还是熟的呀？啊？哎，嘿，怎么了？走神了呗？因为裁员的事儿。唉，今天公司一天都在说裁员。行了，别想了，想了也没用啊。哎，那个 GST 女高管视频的事儿你看了吗？我觉得那女的说话挺解气呀。那女高管，李总太太，她就是李总太太。你怎么知道？明天早上7点，陪我见个客户。哎。李总，他找你干嘛？让我明天早上7点陪他见客户。这么早去见客户？上哪儿见？酒店？什么呀？说是什么蓝碧湖高尔夫球场？蓝碧湖？那可太远了，打车过去都得2小时。那我5点钟就得起床。哎，不对，4点钟我就得起。不跟你说，我先睡了啊。4点钟起床。哎，等等，不对呀，李总是不是喜欢你？什么呀？别老乱说话，真是！你少装蒜。男老板带女下属去打高尔夫，你跟我说你不懂？哎呀，不懂，总乱说话，真是！我一球击中你的心，还跟我装清纯。李总早。到了，这么早？哎，对不起，李总，
我没有打高尔夫球的衣服。没事，里头有卖的。哦，多少钱？一共3890。这么贵啊！你不用管了，我来吧。一共3890。谢谢老板。不去了啊。好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对不起啊，我们那个稍微等一会儿，活动活动。对你盯着那个草，你能把那草打到那个草，你就能打着球了。我怎么会轻易放弃我的项目呢？一定要让白德瑞知道，赵梅是赵梅。开球了。你这两条腿啊，岔开一点，对，打开一点，然后这个左脚的足跟的内侧对着球，屁股稍微撅一点，对，这样。男老板带女下属去打高尔夫，你跟我说你不懂啊？对，要转腰，对，转腰，不是手发力，哎，这样。东明，嗨，这么巧？不是巧，我是专程来等你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从第一次见你就很喜欢你，因为你从不掩饰。因为我知道没有什么事儿能瞒得住你。我女朋友 Lisa， 这位是李东明。你好 ，Lisa。你好。这是我团队的乔海伦。戴总你好，你好。哎 ，Lisa， 你不是说你喜欢赵梅吗？嗯。他就是那个赵梅的先生。啊，我很喜欢你太太，我觉得她非常勇敢。谢谢。但我和他看法不同，他认为赵梅很勇敢，而我却认为那是愚蠢、鲁莽 ，totally unprofessional。Very。我还是爱你的。并组一起打吧。嗯哼，来，我们接着开球。杆儿啊，握得松一点，像握一根鞭子一样，啊。握松一点，对，然后转核心，上杆儿盯住，下杆儿，对，头留住，还往下看啊。好球！谢谢，走。我敢打赌你很喜欢那个女孩。亚洲人对女性的审美还停留在白瘦的阶段。但我更喜欢丰满的更有生命力。你的意思是你对你的老婆没兴趣？赵梅可不是那样的身材。虽然我跟她是夫妻，但是不代表我们在每一个维度都契合呀。听着，东明，我不能签你们公司。你很聪明，我也很喜欢你，但你老婆太愚蠢了，明白吗？说实话，我没想到你这么介意。你认为我应该无所谓 ？Your wife went out there and declared publicly that my company is the source of all evil. 她是不是有毛病 ？GST is a respectable company, and she made us look like some vulgar, low-class little store that is getting slandered on social media every day. Barry， 真的很对不起。你看还有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？于公于私，我都记下你这份大人情。除非他向公司公开道歉，否则我会起诉他诽谤，重伤公司名誉。您好，您的球费、球童小费还有餐费，那位李先生都已经帮您结过了。李总，我真佩服你。只要是我，马上要签的合同，结果签不了了，我肯定哭死了。我这现在心里堵的，什么都吃不下。你以为大清早我来堵他只是为了项目的事儿？不是吗？项目只是一部分原因，主要是因为赵梅，谁让她是我老婆呢？丢客户无所谓，
但是我不能让他就这么离开 GST。我觉得你今天打得不错。你是不是也认为赵梅替公司承认错误很了不起？但行业里的人不这么认为，行业里的人会觉得他是个刺儿头。我不会让 GST 起诉他的，那样他在这个行业里的职业生涯就彻底结束了。我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真羡慕您太太，有您这样一位人力资源专家，帮她规划着。大多数人啊，都像我一样，跟个无头苍蝇一样，撞到哪儿算哪儿。婚姻来之不易，要好好珍惜。工作也一样。嗯，您肯定很爱您太太吧？那还用说，我们刚结婚2年。说实话，之前我都不觉得这辈子我会结婚。那怎么下定决心的呢？我妈那时候一直在催我，直到有一回我去新加坡出差。东明，医生说了是爆发性糖尿病，他们这儿治不了。我听说寺院擅长治这个，但寺院根本挂不上号啊。我知道了，爸，您别着急啊，我来想办法。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行，我先挂了。好。你在哪儿啊？我在那个天宫酒吧。你也在啊？我不在，我在新加坡呢。有个事儿得麻烦你一下。是这样，我妈突然犯了爆发性糖尿病，现在急需去寺院住院。寺院是吧？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试试。哎，你把你爸爸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发给我，我现在就过去。第2天到了广州，下了飞机我就直奔医院。到了病房，我看见赵梅正在跟医生小声地说话。她看见我，冲我比了个大拇指，当时心里就踏实了。我心想，我非这个女人不娶。真浪漫。实不相瞒，我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感情拖拖拉拉没处理完。之前没想过要结婚嘛，但是当我知道妈妈生病要住院，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赵梅。但是能做妻子的女人是不一样的，那是可以托付大事儿的，是可以让我放心把后背交给她的。这个人只能是赵梅。这要是换成赵梅，她肯定不会这高尔夫的环境还是很好的啊，是。还可以要点喝。跟您哟，李东明，我跟朋友聊2句天。好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你也喜欢大早上的打高尔夫啊？我哪是来打球来了，还不是为了工作。Barry 在里头呢。哦。哦，你知道他在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就陪客户过来。大老板在不在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人家估计都不认识我。帮我劝劝赵梅，别太死心眼儿。这行业就这么大，除非他不想干了，我倒是很愿意养他。哟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跟他说说。拜托了，打好球。嗯。我到球场了，你知道白德瑞在球场见的谁吗？你老公。赵海伦，在，您说。到公司以后，把万家岭项目的2期分析报告给我。那个，我还剩1点儿。我原本想今天上午写来着，这今天上午不是打球了吗？
你是今天才知道要打球的吗？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完成？我下班之前给您行吗？下午3点之前，必须给我。知道了。真漂亮呀！没想到李总的太太这么好看。哎，海伦，你见过他本人吗？喂，哎，乔海伦，你要是太困了，你就回去休息吧。难得早下班一次没关系的。不行，我这有个调研报告还没写完呢，我今天死活都得交。知道。哎，看什么呢？那么开心，你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来，什么呀？过来，坐着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超美？怎么在看他的照片啊？他从网上看的呀。他之前在网上发的照片被我们扒出来了。给你看一张我特别喜欢的，这张气场是不是超强？你那么喜欢他？哦，那倒没有。我就是觉得他挺敢说的。以前吧，我一直觉得这个职场性骚扰，要不然是男人有问题，要不然就是女的有问题。我现在知道了，是这个职场有问题。什么职场有问题？真的，说白了，那么多是命苦，全都是怨社会的人啊。遇到点什么问题，就说是大环境不好。怎么，他是改变大环境的人呐？蔡海伦，你居然是这么想的？你就觉得人家说的不对是吧？他说的对不对呢？我是管不着，但是他把我们 GST 的项目给搅黄了。我跟你说呀，这个项目李总非常的重视，然后我们今天都要签合同了，结果呢，他水漂了。亏他还李总太太，我觉着自私，真没看出来呀。你这么想着李总，你说你是不是喜欢李总？说什么呢？我是心疼奖金。呦，你就是心疼人。别瞎说啊，这项目也是我在跟的。开玩笑，开个玩笑啊。据说人有2个脑，在这里呢，一个情绪脑，一个理智脑。此时此刻，我看着赵梅站在那儿大放厥词的时候，我的情绪脑告诉我，我应该掐死屏幕里这个自说自话、断我财路的女人。而我的理智脑却告诉我，这个女人可恶归可恶，但是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不回来了。所以呢？你穿成这样，是准备出去嗨吗？我出去报警啊！谁让某些人不接电话呀？Far you've gone.
万家灯火，难道又有人心碎？心脏落地面的深夜如此清脆，看一盏灯，孤独的心需要依偎，付出汗水，早出晚归，贬值自尊，只为一碗热饭。可我不想定了家的尊严，践踏当初誓言，到凌晨3点，把梦想锁进抽屉，随便赚个收益，再努力也抵不过，却换来抽泣，年年续费，有去无回，摇摇欲坠，索然无味。身后却没人追，节节败退，一切都化成灰。我沉默着，咆哮着，无力感将我不断地往悬崖推。颤抖的双腿带走破碎的灵魂，谁又甘心做一个路人？